台南的美食多到数不完，观光客几乎都会聚集在中西区密集开吃。像我们这种已经来过好几次的回头客，就算专攻这一区，依然还没把名单吃完。每次都要来挑战那些还没尝试过的新店，总会忍不住赞叹一山还有一山高。除了克制重访那些心头好以外，还要面对各种没吃过的美味疯狂招手，真的是难以抉择。而且每一次来到台南，都有机会刷新自己对某种食物的最美味纪录。这一集我们大部分依然锁定中西区，少数几家则是例外。想知道这趟旅程我们到底吃了哪些好料，能把过去几次台南的美食排名再度洗牌吗？那就一起看下去吧。这一间是小肚意面。我们上一趟来台南的时候呢，因为吃到了一间很好吃的台南意面，从此之后呢就念念不忘。这次呢就找一间老店，对，它这间呢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哦，很少吃到历史这么悠久的。我们点的这个是小碗的，我现在拌一拌啊，觉得小碗的好像面量就蛮多的，只是我觉得碗有点小，这样拌起来不是很好拌。我们上次你也是这样子，可是后来我们是点了大碗之后，又发现吃不够，因为太好吃太香了。希望这一间也有这个水准，这样。真的是还蛮香的，但是如果它可以劲道再多一点点，我觉得会更棒。就是因为很好吃啊，所以蛮多人吃到吵架也是要吃啦。这间的猪油香比较凸显，酱味比较少，可是我喜欢这样，因为这样子待会配卤味的时候呢，你才会觉得比较平衡，不会太咸。我们还点了一碗干馄饨，这个馄饨非常的咸香，突然觉得说，如果把这个酱汁呢再倒到意面里面去，就会更好吃了。等一下试试看。它这个馄饨啊，吃下去还蛮滑口的，因为就一吸，然后整个馄饨就滑到你的嘴巴里面去。而且啊，它里面的卤肉啊也是还蛮出色的，我觉得它不知道有没有卖卤肉饭，应该会很好吃。他们这个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什么东西那个猪油香气都非常浓厚。我们另外切了一些卤味，有猪皮、猪舌。然后还有米血、大肠、猪耳朵、米血，它的卤味很好吃哎！这一盘啊，每一个东西呢都恰如其分，坚守自己的岗位，该烂的烂，该 Q 的 Q， 该软的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想吃什么都是自己夹，给它点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它的酱其实蛮少，因为我们大部分吃卤味都会吃那个什么油膏什么，它几乎没有，它就是原本的卤汁，然后淡淡的在上面就很香了。刚重点忘记讲，它的卤汁呢是带有中药的香气，然后每一个都卤得很进去。我觉得最惊艳是这个卤味这样子。如果你期待这碗意面的酱香要更多一点的话，你真的可以点一碗干馄饨来调节一下。那因为我们在台南吃的蛮多的东西都会带甜口，那我们也碰到生活中蛮多人啊不喜欢吃有甜口的东西，所以这间你可以来尝试看。这一间我们觉得是简单的好味道。那如果你是游客的话呢，我们会建议你在人潮比较少的时候再来吃，因为如果是用餐时段人潮很多的时候呢，他们的管理还蛮混乱的，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游兴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不要冒险。如果人少的时候来吃，我觉得喜欢简单味道，试一下。可以来。来到保安路米糕这家店呢，已经有60几年的历史了。来到台南呢，我们念念不忘的另外一个就是米糕，所以呢，就是想要如果每次来到台南啊，都可以把米糕啊一家一家的吃遍的话呢，该有多好啊！哎呦，眉毛马上出现。我跟你讲，它一定是那个
糯米非常好吃，因为它打开那个盖子的时候香到不行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有些人第一次看到会觉得说，它跟卤肉饭有什么差别？我跟你讲，最厉害它的重点就是它那个糯米的香气，只要那个香气有出来，就一定好吃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太急着放进嘴巴里面，一定要放在鼻子前面先闻一下，你可以闻得到它那个粽叶的香气，真的好浓郁，好浓郁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品相叫做粽叶米糕，那个其实是外带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你如果外带的话，它就用粽叶帮你包装起来。我下次想要试试看外带的，一定很香。因为你还没吃到，其实就已经够香了。那有超越我心中最厉害的那一间吗？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看到这个米粒真的是不得了哎，好喜欢这种，这一看就知道好吃哦，我要吃一口。你5分钟之后才准在讲话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等一下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米糕残留从齿留香。现在就已经感觉到，哎，这个是我吃过最香的米糕的饭，真的最香，好好吃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一碗米糕的配置啊，我觉得蛮神奇的，里面有一点，这应该是甜不辣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腌萝卜，对，腌萝卜泡菜，然后土豆，我觉得还蛮丰富的。我觉得腌萝卜是蛮特别的，因为没吃过这样子的。试试看那个。好。我刚刚它的甜不辣也蛮好吃的，然后腌萝卜呢，酸香气搭配上去刚好。重点是它的卤肉啊，蛮特别的，就切的都比较大块，而且形状啊不是那么的规则。那可是我刚刚有单吃它哦，哎，不会腻耶，有香气但不会腻哦。我跟你讲，它这里面每一个配料都很好吃，而且我觉得它那个花生啊吃下去有够香的。四神汤非常的好喝，它的薏仁呢炖得非常的烂，都有进到汤里面去了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个小肠也是哇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很软嫩。但我觉得75块呢是有点偏小碗了一点。对，不过好吃最重要。太好吃了，只好再点一碗小碗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回去台北就吃不到了，所以且吃且珍惜。那这一家呢，我拜托大家一定来，不要稀里呼噜的整碗吃掉，这样你感受不到它的优点，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好吗？真的是，我现在嘴巴都是那个香味，我要吃这一碗，另外那个还没吃完给你。哇，米其林跟500碗都认证过了，我也给他认证，真的好吃，95分好吃。现在来到蔡三毛猪血摊，点了一碗顶级综合猪血汤。哎，顶级，好长的名字，顶级综合超级无敌。反正它里面有超级多东西，然后130，可是呢来的时候超级大碗，然后里面呢很扎实的料很多很多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料，一只汤匙没有办法，要2只汤匙来帮忙。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它的料很丰富哦，有猪心，我第一次看到有猪心的，猪肠、猪血，然后还有猪舌头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汤很好喝，我刚刚先偷喝了，非常好喝。来看他喝的表情，我喝了第一口心里就是 Welcome to Tainan，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这个汤有带甜的。精华都在里面了，真的，它那个甜啊，有猪杂的那种甜，然后还有糖的那种甜。在台南那个甜要仔细的解释清楚。好，不好意思。来吃吃看它的顶级猪血到底是多顶级。它方方正正的，好光滑哦。哦，感觉是扎实菜的。吃，然后咬下去会弹。这才是真猪血，真的，我是有听过这个说法的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你珍珠奶茶喝多了还珍珠血嘞？这猪血很精血，口感咬下去竟然是有点脆的。对，你咬下去啊，它就嘣一声，然后就断掉了，它不会这样子慢慢，然后没错挤压断掉这样子。切切看可不可以？很难下手，要很用力。总之，你一切断的时候，它就是直接断掉那种感觉。我没有看眼哦，像这样，真的很难切。接下来是这个低兜、白兜、低兜。大家知道那个吧？头上那个螺旋状，应该要满脸问号才对，才不会泄露我的年纪。哎，这个猪肚啊，软
弹脆，也是很好吃。而且它那个鲜甜的味道好喜欢哦。快，我爱吃下一个了。它对面是阿明猪心，我觉得如果你吃不到阿明猪心啊，你来这边吃，我觉得也会够爽。酥哦，赶快来个猪心对比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刚刚应该先吃猪心的，因为猪心就是要刚下去不久，越嫩越好吃。真的，就是我现在心得就是，老了那么2-3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错。小肠跟猪舌，我一个一个来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这一盘的东西啊，全部弄成一盘，在台北啊，绝对要200块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刚刚也有吃到猪舌，再吃到现在的猪舌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猪舌挂包，阿松挂包里面的猪舌。我会突然发现说，很多人看到我在介绍阿松的时候，会满头问号，觉得说啊，猪舌本来就很软嫩，你是在哀叫什么？可是我就发现说，因为台南猪舌特别软嫩，台北的就是比较少处理到这么软嫩。你再解释也没有用。这里面还有干莲。我觉得这一碗其实很便宜，因为开始看到价格130，你的猪血汤130是什么价格？发现你这个里面的料很大一碗，料超多的，而且超级好吃的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下次会想要拿一个小碗在旁边，先把料都给捞出来。这一间会列为我必吃的名单，就是一定一直回访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来到阿青杏仁茶，点了一碗杏仁豆腐柠檬冰，这一碗完全看不出是什么，可能要挖到里面去。拿起来给大家看。对啊，我刚才拍，所以要从里面挖，我们来挖挖看。还是看不出来，等一下再一点。这间虽然有名的是杏仁茶，但是我就是想吃冰。我看到杏仁柠檬，我觉得这个太冲突了，所以就想要试试看。其实蛮搭的都是很清爽的东西。哦，这一份呢，我觉得分开吃比较吃得出它的特色。它就是混在一起吃的时候呢，杏仁的味道就没有那么明显。可是，同样就是给那种，如果你是2个人，然后1个人很爱吃杏仁，1个不爱吃杏仁，却被迫要来陪他吃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优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单吃到它那个柠檬冰的时候，好好吃，因为那柠檬很香。对，没错，香气很棒。那我刚刚有单吃到它的那个杏仁，但是还是有沾到柠檬味道，也是很好吃但我觉得混在一起是很好吃，因为蛮特别的。所以可能因为太冰了，然后柠檬的酸香气呢比较凸显，所以盖掉了它原本杏仁独特的香气。我看我们旁边啊，全部都点杏仁油条啊什么的，一定要点那个，应该是更好吃。这个其实好吃，我蛮喜欢的。我觉得我没有点它这个，我会后悔，所以我看到隔壁桌这个太浓，这是冰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浓的杏仁茶是冰的。这是综合杏仁茶，它旁边推荐的，我们就试试看。里面料还蛮多的，每一样都好好吃哦。所以要来还是要点经典的口味。里面汤圆还有芋头都非常的厉害。你后悔刚刚自己出来说的什么杏仁柠檬冰之类的，应该直接就点这个。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口感都还蛮一致的，杏仁茶浓稠，然后汤圆是绵的，芋头也是绵的，很厉害我觉得那个芋头有吓到，它很黏这样子。哦，红豆的存在感也是一样是绵的，超好吃我其实想要说红豆的存在感蛮低的，因为它一吃下去呢，绵的就化掉了。没错，我跟你讲，很像一个东西，宝宝泥。这一家是阿川粉圆，虽然才刚吃完1碗甜点而已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抗拒这种汤圆冰。哇，这个摆的超漂亮的。我上次来最想要吃这一间就都没有肚点这样。蛮神奇的，我们来吃阿川粉圆，却没有吃半颗粉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必须要有少女心的人才有办法。我今天才发现我有少女心，真的。你大家想象我变成少女的样子？不要，大家不敢想。不要想，会吐。那我们来吃吃看。这也能够皱眉，我想说应该就只有汤圆的味道而已啊。不是，它的黑糖好香哦。所以它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是吃
这样挖一匙，可是你看到冰没有被挖起来多少，只沾到一点点而已，就觉得黑糖好香了。它的黑糖啊，跟冰沙结合在一起，吃起来竟然有点像是咬到糖粒的那种感觉。冰糖粒这样，冰冰的糖粒。这个汤圆呢，因为放在冰上面啊，所以它会变得很 Q。第一次觉得呢，我们嚼汤圆的时候越嚼越香哎。可是接下来你就要快速的把它吃掉，因为它越来越 Q， 越来越 Q， 就会变成是硬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刚刚在拍他做的过程啊，哇，这我梦寐以求，我心里就。以前看到人家在做这个过，看他们人家拍的时候啊，我就心里模拟过我自己要怎么做这个东西。因为你是元仔爱好者，只要有看到就一定要点，而且很酷，很像释迦牟尼的红黑白的刀。我每次都因为我想象力比较丰富啦。对。我突然想到，我阿嬷以前都会拜拜，不知道在什么节日的时候会拜姨呀。那我每次呢？就是都会把白色挑起来吃掉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觉得白色比较好吃，红色没那么好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大概没有吧。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一碗来去拜祖先，应该蛮酷的。现在营养都吃的差不多了，但我觉得这样也很棒，因为它黑糖真的很香。这样子吃完一整碗，我应该可以哦。我很希望有人做水果版本的，然后上面铺满圆圆的水果这样。这一间是小豪锅沙茶炉，这间呢我们存在名单里面已经非常久了，可是我们每次到台南呢，大部分还是吃小吃。那今天我们来2天，所以呢我们想说，第2天就留一间的名单啊给这个。一来呢，就会给你个基本的锅底，其实内容物就还蛮丰富的了，料非常的多。那你再看你想要吃什么，再加点。我跟你讲，这间是60几年老店，我没想到这种也可以开60几年哎，哇，好期待哦！哇，这个汤头啊，有一种浓浓的那种扁鱼的香味，很香。这边就可以看得到扁鱼啦。对啊，先来喝点汤。好。刚喝了一口汤，哇，这个汤碗还蛮烫的，因为所有都是用瓷的，可是这样使用起来呢，真的特别的安心，因为你要装这么热的东西。这个汤头好鲜美，而且呢，加入了蔬菜跟肉，所有的甜味都融入进去。我跟你讲，看它汤清清的，其实喝起来那种扁鱼的味道很厚，而且它本来那个汤啊，那个甜度，然后还咸度是够，所以你菜煮进去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就算是不加酱也是好吃的。来试一下它的猪肉。一开始呢，我想说，这个不沾沙茶就已经很够味，很好吃了。可是等到我沾了沙茶之后呢，我就有点后悔刚刚的想法，一定要沾沙茶才更好吃。它那个沙茶非常厉害，因为他们的沙茶是自己手工做的，所以他们的网站上面有在卖他们自己的手工沙茶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自己出自己的沙茶，对啊，可以跟牛头牌去抗衡。这当然是真的会很想买。对，而且它里面有一种那种花生的那种味道，特别的浓厚。就连豆腐都好好吃哦，豆腐的豆味很香浓，而且还会吸汁。那你当然在沾了沙茶酱呢，又更上一层了。这是一份鱼册跟一个鱼的3个拼盘，那我们来试一下，把它下下去。我们把鸡肉啊、贡丸全部都下一下，时间宝贵。我们趁着在等待的时候看了一下评论，有人说光吃沙茶酱跟饭就足够了，所以该不会真的有人买沙茶酱回去拌饭，就这样一餐了吧？我觉得我可以。猪肝如果老了就不好吃了，我们先放一点点。这是我最期待的。猪肝我们只放了一下下就已经熟了，所以千万不要放太久。大概10秒左右，赶快来吃一下。好，一定嫩的啦。好好吃哦！我已经看到你那个眉毛皱起来的瞬间了。我也要吃，我也要吃。
哦，拜托，这猪肝一定要点起来，然后不要烫太久，我觉得大概15秒差不多，就是我们会给予高度评价的那种熟度，非常柔嫩。我们来吃这个鱼的三件组，它有鱼丸、鱼饺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鱼卷啊，好像是。那我们来吃一下鱼饺好了。怎么样？有3季的好吃吗？鱼饺很香很香，我觉得就差不多等级。平手了哈。鱼卷我是第一次吃过哎，它像鸡卷吗？它虽然吃起来很像，应该说看起来很像甜不辣，可是吃起来呢，它的鱼味更浓厚一些。那它的口感像鸡卷吗？差不多，可是我觉得再扎实一点。我这样形容好了，它有点像软一点的贡丸切片。这个是鱼册，厉害的火锅店才会出现这个东西。如果你看到那间店菜单里面有这个啊，哇，那它一定是很不错的火锅店。这鸡肉看样子一定是市场手切的那一种，一定是鲜嫩多汁，试试看。我刚刚吃过了，就绝对不是一般火锅店会出现的那种，要很厉害的火锅店才会有的那种。会干干柴柴的。我们点的品项大部分都介绍完了，吃完再来跟大家说心得。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其实我觉得整餐吃下来呢，跟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吃火锅的感觉有点像。当然呢，这个汤头的鲜美是无法复制出来的，还有新鲜的猪肝，这个在家里也是完全做不到的。那我们本来呢觉得说可能会跟吃石头锅差不多像，结果吃完之后觉得不对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那个地比完全没港啊。总结一下，每次来到台南呢，总会觉得说，哎，今天吃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最好吃的了，没有办法超越。可是呢，我们每次来，总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再度的刷新纪录。像我们这一集吃到的米糕，就是我不觉得它跟上次的国宴米糕比呢是超越，它应该说是2个完全不同样的路线，但是呢都是摆在同样的等级上。可是真的有打开我新世界，因为我第一次吃到那个米糕的那个饭是这么香，香气。对，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猪血汤，那个猪血汤里面料汁丰富，这个在台北绝对是找不到的。那今天这个也很好吃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就先到这边。然后因为我们每次来到中西区，人家都会说你是观光客，所以都到观光客去地方去吃。那你们大家有推荐什么地方？毕竟我们观光客来也只能找一区，不可能这样东奔西跑的。大家有推荐什么再跟我们说。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